1986年的那个夏天，四川广汉一个砖厂的工人为了取土烧砖，一锄头下去，挖断了一枚玉环。他们不知道自己刚刚掀开的是什么。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2个坑被一层层清理出来，坑底躺着142厘米长的黄金权杖，将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一张眼球向外突出16厘米的青铜面具，80根象牙，还有4000多枚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在此之前的中国考古材料里，这些东西一件都没有出现过。尴尬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们其实出现过，它们早就白纸黑字地出现在一本被中国人读了2000多年，却始终当成鬼故事来读的书里。那本书叫《山海经》。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读过这本书，他的评语只有一句话：至于于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于不敢言之也。翻译成白话就是那里面的东西太离谱了，我不敢写进正史。从那一刻起，《山海经》在中国知识体系里的位置就被定死了。它是志怪，是神话，是先民想象力的博物馆，是文学，唯独不是史料。历代读书人翻它，取的是奇闻，不是证据。可是从1986年那个夏天开始，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三星堆一件一件从土里爬出来的青铜器和《山海经》里一段一段被判定为胡说八道的文字开始一条条咬合，不是模模糊糊的像，而是细节上对得上。9只鸟站在3层树枝上，对得上；眼睛直直凸出来的神，对得上；人的身子，鸟的脚，对得上；用玉章祭山，然后把玉章埋掉，对得上；西南方那片白骨自生的沃野，对得上。连四川的山里有大象这种听起来最荒谬的一句都对得上。那么问题来了，一本被认为成书于战国到汉初的书，怎么会描述一座在它之前近1000年就已经被埋进土里的神庙？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对得上的地方一件一件摆出来，然后再诚实的把对不上的地方也摆出来。因为这件事真正惊人的地方不在于《山海经》预言了什么，而在于它逼着我们重新想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写下那些荒诞文字的时候，眼前到底站着什么？先把时间轴捋清楚，不然后面全是乱的。三星堆这个地方，其实在1986年之前就已经被人碰过3次。第一次是1929年，当地一户姓晏的人家在月亮湾淘水沟挖出了300-400件玉石器，这批东西后来流散到成都的古董市场，被称作广汉玉器。第二次是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带队做了第一次正式发掘。第三次是1963年，考古学家冯汉纪带队在月亮湾工作，通过铜器残片、炼渣、孔雀石和干锅残片，第一次确认了这里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真正把三星堆推向世界的是1986年那2个坑，7月1号坑露头，8月2号坑露头。发掘领队是陈德安和陈显丹。40年后的今天，陈显丹回忆当年只说了一句话：当年条件异常简陋，但我们倾尽了所有心力。三星堆博物馆里至今挂着那批老照片，工地上只有几个草棚子，队员穿着背心短裤，正合力把青铜大立人从坑底往上抬。有一个人站在竹制脚手架上俯身拍照，那就是当年最先进的航拍视角。坑里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呢？2号坑分3层，最下面是灰烬、小型青铜器、玉石器和海贝，中间是大件青铜器，最上面压着60多根象牙。所有器物都被人为砸碎、烧过，然后才埋下去，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说。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范围内的12个砖瓦厂被依法撤除。那棵散成一地碎片的青铜神树修复工作从1986年一直做到1996年，整整10年。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它才第一次以完整的姿态站在人们面前。然后三星堆沉默了30年，直到2019年12月，遗址公园的工作人员在供游人参观的栈道墙角用探钩往下一伸，在地下1米处碰到了东西。顺着这条线索，考古队又找出了6个坑，编号3号到8号。2020年到2022年，这6个坑被系统发掘，总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3155件。到了2026年7月底，
来自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再一次聚集在四川德阳广汉，开了一场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的研讨会。会上公布的一个数字，我觉得比任何神秘传说都更震撼。8个祭祀坑加起来，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就在这不到100平方米的地下，埋着近2万件青铜器、金器、玉器和象牙。40年间，考古队在这里做了39次发掘，而学者们的共识是，这只是翻开了这部地下之书的一小部分。现在，我们把《山海经》这本书也摆到桌上来。今天我们看到的《山海经》全书31000多字，分成五藏山经5篇和海经13篇。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把它系统整理校订，合成18篇，这才有了后世流传的底本。学界普遍认为，这本书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而是战国到秦汉之间不同地域的知识长期累积汇编而成。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山海经》原本是有图的，晋朝的郭璞为它作注，还专门写了一部《山海经图赞》。同时代的陶渊明写诗有一句流观山海图，也就是说，在1700年前，这本书还是图文并存的。学者们研究海经部分的文字结构，发现它的叙述方式非常奇怪，总是说有某某状如某某，耳两舌见两舌，像是在描述一幅画面上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主张海经的文字是据图为文，是看图说话。那么问题就变得尖锐了，如果《山海经》的核心是一套图，那套图是谁画的？画的又是什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对表。第一件对得上的东西是青铜神树。三星堆一共出土了8颗青铜神树的残件，其中6颗出自1986年的2号坑，修复的最完整的是1号神树，通高396厘米，是目前已知商周时期最高大的青铜器之一。它的结构是这样的，底座是一座山形的树座，树干分3层，每层3根树枝，一共9根，每根树枝向下弯曲，末端托着一朵花，花上站着一只鸟。9根树枝，9只鸟。树顶是折断残缺的，树干上还有一条龙，头朝下，沿着树身蜿蜒而下，像是刚刚从天上降落。现在我们来看《山海经·海外东经》是怎么写的。原文是这样：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遇，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三星堆那棵树下面9根枝，9只鸟，树顶折断，折断的那一节上本来应该站着谁？这种对应关系之精确，让人很难用巧合来打发，而且不止一处。三星堆还有一棵3号神树，树顶上站着3尊人首鸟身的青铜像。《山海经·海外东经》里另有一句：东方巨蟒，鸟身人面，成2龙。巨蟒是春神，主管草木生发，而按照《山海经》的叙述体系，看守太阳神树的正是他。第二件对得上的东西是剑木。《山海经·海内经》里记载了一种树，原文是：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剑木，百仞无之，上有9味，下有9狗，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忌过。黄帝所为。翻译过来就是有一种树，叶子青，茎干紫，开黑花，结黄果，名叫剑木，高达百仞，却不常侧枝，顶上有9根弯曲的枝，下面有9条盘错的根。太星曾经从这里经过，这是黄帝所造。9根枝，9条根，上下各9，而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正是9枝加上一座山形树座。更关键的是后半句，大稽过，过就是从这里经过。经过哪里？从人间经过到天上。剑木在中国上古观念里的功能非常明确，它是天梯，是众地上下的通道。如果青铜神树是实物，剑木是文字，那么这两者描述的是同一种宇宙结构。人不能直接飞到天上去，必须借助一棵树，或者借助鸟兽的力量。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得很直白，人装扮成鸟和兽，借助鸟和兽的力量升天，这和萨满教里巫师与动物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些原本我们只在《山海经》或者其他传说里看到，但三星堆人用青铜把它铸造出来了，所以才保留到现在。第三件对得上的东西，我认为是全场最硬的一条，
因为它不是图像的相似，而是经济基础的吻合。《山海经·海内经》里有这样一段：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继藏焉，有高舒、高道、高蜀、高季，白骨自生，冬夏播禽，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食华，草木所聚。这段话描述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在西南方黑水流经之处，有一片叫都广之野的原野，这里出产肥美的豆、稻、黍、稷，各种谷物自己就长出来，冬天夏天都能播种。鸾鸟在这里自顾自地唱歌，凤鸟自顾自地跳舞。2000年来，读书人看到这一段，反应基本一致，这是神话，是先民对丰饶之地的幻想。白骨自生，怎么可能？冬夏播禽，又怎么可能？但是明代学者杨慎在《山海经补注》里写过一句：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近代神话学泰斗袁科在校注时引了这句，认为以地望而论，大致说得通。而真正把这个判断推到极致的是20世纪的史学家蒙文通。蒙文通研究《山海经》，走的是一条和所有人都不同的路。别人研究它里面有什么怪兽，他研究这本书把哪里当成天下的中心。他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现象，《山海经》是把古代的巴、蜀、荆楚之地当作天下之中来看待的。按照这个线索，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相当大胆的判断：《山海经》很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荒经以都广之野为天下之中，而都广之野则在成都平原。更直接的一句是山海经为蜀人之书。蒙文通说这句话的时候，三星堆还没有被大规模发掘，他手上一件青铜器都没有，他靠的是文本的内在逻辑。那么白骨自生，冬夏播禽到底是不是神话？2025年9月27日，以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为主题的三星堆论坛在四川德阳开幕。会上发布了7项多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有一项公众关注度远不如金器和青铜器，但分量极重。研究显示，三星堆遗址商代早期的古蜀先民已经确立了以集约化湿地稻作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形态，由此支撑的高密度人口为三星堆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与动力。研究者还原了整个过程，在距今4500年到3600年的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稻作方式更像是种小米，模式简单，产量有限。到了距今大约3600年前后，宝墩文化晚期的遗址中出现了类似水坝的水利设施遗迹，这说明古蜀先民已经学会了驯服水患，甚至主动引水灌溉。这一步是整个农业升级的基石。换句话说，在三星堆那些青铜神树和黄金面具被铸造出来之前，成都平原已经先拥有了一套能喂饱大量人口的稻作系统。没有这套系统，就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脱离农田去采矿、铸铜、雕玉、主持祭祀。白骨自生说的不是谷子自己会长，说的是这片土地的产出丰沛到让外人难以置信。冬夏播禽说的是一年之中可以反复耕种，这不是神话，这是一份用文学语言写下的农业报告。第4件对得上的东西是那张让所有人第一眼就忘不掉的脸。青铜纵目面具宽达138厘米，2只眼球像圆柱一样向外突出16厘米，耳朵夸张的向两侧张开。1986年他刚出土的时候，最流行的解释是外星人，但中国自己的古书里早就写过这张脸。东晋长纯的《华阳国志·蜀志》里有一句：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蚕丛是传说中第1代蜀王，而它的特征就是目纵。汉代杨雄的《蜀王本纪》里也有一段：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百冠，后者名于福。此3代各数100岁，皆神话不死。而《山海经·大荒北经》里还藏着一个更狠的形象，原文是：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成，其名乃晦，其事乃明，不时不寝不息，风雨是夜，是主九阴，是谓烛龙。直目正成，这个直目历来注家的解释就是眼睛竖直，而烛龙的能力是什么？
他闭上眼睛，天下就是黑夜；他睁开眼睛，天下就是白昼。他不吃不睡不呼吸，掌管风雨，一个以眼睛为核心神力的神，一张把眼睛做成柱状突出的面具。而且三星堆出的不只是这一张脸，坑里还出土了大量单独铸造的青铜眼形器、菱形眼泡、眼睛形状的装饰件。这些眼睛不装在任何一张脸上，它们本身就是被祭祀的对象。一个文明用金属单独铸造眼睛，这件事本身就在告诉我们，眼睛在他们的信仰体系里是独立的神格。第5件对得上的东西是人和动物的混合体。2022年6月16日，三星堆考古团队宣布了一件事：8号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2号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了。这句话的分量需要停下来体会一下。1986年那个夏天，考古队从2号坑里取出一截青铜残件，是一双鸟的脚，上面连着人的腿，它的上半身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这件残器在博物馆里站了30多年，一直是个没有头的谜。然后在36年后，隔着几米远的另一个坑里，它的上半身被挖了出来。那是一个人首蛇身、秃目獠牙、戴着牛角面具的铜人，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雷上，头上还顶着一件朱砂彩绘的弓形尊。拼合之后，专家给它重新命名为鸟足取身顶尊神像。我们来数一数，这一件器物上有多少种存在：人的脸、蛇的身、鸟的脚、牛的脚，头顶还扛着一件礼器。这样一个形象，如果不是被青铜实实在在地铸造出来，摆在博物馆里，任何人在古书上读到它，第一反应都会是这作者在瞎编。而《山海经》整本书写的就是这种东西：鸟身而龙首，龙身而鸟首，人面蛇身，羊身人面，人面而三首。过去我们读这些，只觉得是古人的奇思妙想。现在三星堆告诉我们，至少在3000年前的成都平原，有人真的把这种东西铸成了几百公斤重的食物，供在神庙里。更重要的是，那具跨坑拼合带来的推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红林说得很清楚，跨坑文物拼对证实了以前的推测。什么推测？就是这些坑不是不同时期陆续埋下的，而是同一批东西被砸碎之后分散丢进不同的坑里。到了2025年，这个结论被进一步坐实。1、2、3、4、7、8号坑中都发现了可以拼对的同一件器物的残片。这几个坑的埋藏年代相同，也就是说1986年的2个坑和2020年的6个坑本来就是同一场仪式的现场。第6件对得上的东西是我个人认为整件事里最被低估也最有说服力的一条。它不是长相对上，是仪式的语法对上了。我们先回到《山海经》的结构，很多人以为这本书就是一本怪物图鉴，其实不是。五藏山经每一篇的结尾都有一段格式极其固定的文字，讲的是这一组山该怎么记。比如南山经的第1组山结尾是这样写的：凡雀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鸡尾之山，凡10山2950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辞之礼，毛用1张，玉石用竹米、夷璧、稻米、白坚为席。我们把这段话拆开看，这一组山一共10座，绵延2950里，这些山的山神都是鸟身龙首。祭祀他们的规矩是挑选毛色合格的牲畜，配上一件章玉，然后埋掉祭神的米，用沼米，另外配一块稗和稻米，用白色的尖草编成席子。再看西山经，凡西经之首，自前来之山至于灵山，凡19山，华山种也，其辞之礼太牢。4山神也，辞之用竹，斋100日，以100息，树用100余，汤其900尊，应以100龟100璧，斋戒100天，用100头生，埋掉100件鱼玉，温100尊酒，用100件龟和100件璧记上去。还有东山经和中山经反复出现的那个词应用。应这个字，经文的字形是一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串贝壳项链，本意就是系带缠绕。应用一璧局就是把玉璧系好，然后埋下去。有意思的是，应用这个用法在先秦汉魏的传世典籍中
只见于《山海经》，但在出土的楚简里却有大量相同的用例。这说明什么？说明《山海经》记录的不是文人的想象，而是实际操作中的行话。现在请注意这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动作，就是埋。祭祀山川，把玉器埋进土里，这是山经全篇的核心操作。那么三星堆那8个坑本质上是什么？是三星堆1号坑，光是章这一类玉器就出了78件。2号坑还出土了一件玉边章，通常54厘米出头，两面满刻图案。这件器物有一个俗称叫祭山图玉章，它是被国家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之一。我们来看看这件玉章上刻了什么。图案上下对称，分成几组。最上面一组是并排站立的3个人，头戴平顶冠，戴着菱形耳饰，脚穿翘头鞋，双手在胸前抱拳，两脚外撇。下面一组是2座连绵的山，山顶内部有一个圆圈，很可能代表太阳，圆圈两侧刻着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个盘状物，上面飘着像火焰一样的线条。山的外侧有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再往下是3个并排跪坐的人，头戴穹隆形高冠，戴连环形耳饰，双手合抱于胸前。最下面又是2座山，而这一次2座山的外侧各立着一件牙章。我们把这幅图翻译成一句话：一群祭司在山前举行仪式，用章祭祀大山，而天上的神有了回应，伸出手按在山腰上，然后这件刻着用章祭山的玉章自己也被埋进了坑里。周礼春官典芮里有一句章底设，以祀山川。周礼考工记里另有一句大章、中章9寸，边章7寸，设4寸，天子以巡守。也就是说，章这种玉器在周代礼制中的功能就是祭祀山川，大山川用大章，中山川用中章，小山川用边章。现在我们把3条线并在一起看，山海经、山经说祭山要用章，然后全埋。周礼说章是用来祀山川的。三星堆的坑里出土了一件刻着用章祭山图案的玉章，而它本身就被埋在坑里，旁边还躺着几十上百件同类的章。这已经不是图像巧合的层次了，这是同一套仪式语法在3个不同的载体上留下的3份记录，一份是文字，一份是图像，一份是实物。而三星堆这一份比《山海经》成书早了将近1000年。第7件对得上的东西听起来最荒唐，却最容易验证。四川的山里有大象，《山海经》中次九经写的是名山山系，其中一段是又东北300里，曰名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多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米，其目多梅糖，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其兽多犀象。长江上游的岷山地区有犀牛和大象。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成典型的地理错乱，因为在我们的常识里，大象是热带动物，四川盆地不可能有。然后三星堆把象牙一根一根挖了出来。1986年的2个坑出土了80根左右的象牙，2020年之后的6个坑象牙数量继续上升，仅8号坑1个坑就清理出象牙377件的编号记录。到了2026年，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中心正在为600多根出土象牙搬家，因为新建的象牙专用恒温恒湿库房投入使用了。这批象牙的保护难度有多大呢？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说得非常形象。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是从潮湿环境下出土的保水象牙，含水率都在 40% 左右。如果不放在低温高湿的环境里保存，就跟豆腐块一样，非常容易开裂、断层和遭朽。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更换覆盖在象牙上的保湿棉巾纸，这些纸巾要经过高温高压灭菌消杀，浸湿后贴敷在象牙上，外面再包一层保鲜膜，防止水分蒸发。600多根象牙，这已经不是进口奢侈品可以解释的数量了，它更可能说明在3000多年前，四川盆地的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得多，本地就有象群。山海经那句其兽多犀象不是幻想，是物产记录。第8件对得上的东西是山海经里那些让人看得眼花的矿物清单。翻开山经，你会发现这本书有一个近乎强迫症的习惯，介绍每一座山
都要说清楚山上有什么，山下有什么。其阳多金，其阴多铁，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多白玉，多丹素。海内经里还有一句：流沙之溪，欲有黄金、玄龟、丹货、银、铁。蒙文通的考证认为，海内经记载的实际上就是古蜀国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情况。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经过初步统计，黄金用量估计超过2000克，这个数字在同时期的中国找不到第二家。2025年公布的研究还显示，三星堆的金器全部是金银合金，来源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沙金矿，并且是通过灰吹法提炼出来的。华阳国志·蜀志里说蜀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璧、铜之饶。而四川盆地周边，尤其是川西的岷江、金沙江、大渡河、雅丽江流域，确实蕴藏着丰富的沙金和金矿。不只是金，2026年5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学术期刊上联合发表论文，确认三星堆7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铁制残片是纯云铁制品，3片残片可以拼成一件完整器物，整体呈斧形，长约20厘米，宽5到8厘米，年代为商代晚期。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云铁文物。云铁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铁，在还不会冶铁的年代，一块天外飞来的金属会被当成什么？研究团队注意到，这件器物是和青铜神树、象牙这些最高等级的礼仪性文物埋在一起的，因此倾向于认为它的功能是礼仪兵器。再往下一个月，2026年6月2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公布了一项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这批小小的珠子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和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再加上那4000多枚海贝，孙华教授的判断是，这些海贝应该都来自印度洋，通过南亚次大陆传入中国新疆，再沿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下游和四川盆地，走的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前身。一张横跨数千公里的物资网络就这样从几个不到100平方米的坑里浮现出来。而《山海经》那些看似无聊的矿物清单，本质上就是一份上古的资源地理志。它不浪漫，但它非常实用。第9件对得上的东西是权力本身长什么样子。1986年7月30日，1号坑里露出了一截黄色的物体。清理之初，在场的人都以为那是古蜀王的金腰带。等竹签和毛刷把泥土一点点扫开，一根弯弯曲曲、刻满纹饰的黄金制品才完整的显露出来。它长142厘米，直径约2厘米出头，金皮只有 0.2 毫米厚，包卷在一根木杖上。出土时木心早已碳化，只剩下一层金。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挖出黄金手杖。金杖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图案，分成3组，最下面一组是2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头戴5尺高冠，耳垂上挂着三角形的耳坠，面带微笑。上面2组图案相同，下方是2只背部相对的鸟，上方是2条背部相对的鱼，而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各压着一支羽箭。鱼、鸟、箭。汉代杨雄的《蜀王本纪》里，古蜀王的谱系是蚕丛、百冠、鱼凫。鱼凫这2个字，一个是鱼，一个是凫，而凫就是水鸟。所以不少学者推测，金杖上那组鱼、鸟、箭的图案，很可能就是鱼凫2个字的象形表达。这根杖是鱼凫王的王杖。而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权杖这种东西不是中原的传统，商周的王权象征是鼎，是钺，不是杖。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段宇指出，三星堆金杖的形制和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都属于细长类型。而晋东权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杖首或杖身头部刻有图案，用来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者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三星堆金杖恰恰也是在杖身上端刻图案，内容同样关乎国家权力。再看那尊青铜大立人，它连同底座通高262厘米，人像本身高180厘米左右，站在一个兽面纹方座上，
穿着3层华服，赤着双脚。最让人困惑的是，他的双手，2只手都握成环形，一上一下，中间留着一个明显的空洞。他握的是什么？有人说是象牙，有人说是玉琮，有人说是权杖，也有人说他握的是蛇。而《山海经》整本书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姿态，就是握蛇和带蛇。耳两青蛇，剑两青蛇，操两蛇，把两黄蛇。大荒北经写夸父，有人耳两黄蛇，把两黄蛇。神明用手握着蛇，用耳朵挂着蛇，这是《山海经》给众神设定的标准配置。一个双手握成中空环形，却永远失去了手中之物的青铜巨人，一本反复强调神必须手握某物的古书，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确定。但站在那尊大力人面前，那个空洞会逼着每个人去想同一个问题。好了，对到这里，如果我停下来，这会是一支非常爽的影片，但那样就不诚实了，因为接下来我要泼一盆冷水，而且这盆冷水必须泼，否则我们就是在骗自己。第一个问题，年代对不上。2025年公布的碳14测年结果是这样的，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研究，3号、4号、6号、8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有 95.4% 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距今大约3200年到3000年。而《山海经》呢，学界主流认为它成书于战国到秦汉之间，西汉末年才由刘向、刘歆整理定本。也就是说，三星堆的坑被埋下去的时候，《山海经》这本书连影子都还没有，中间隔着将近1000年。所以有一种说法必须排除，《山海经》不可能是在记载三星堆写下扶桑10日的那个人没有见过青铜神树，他不可能见过，因为青铜神树在他出生之前近1000年就已经被砸碎、烧毁、埋进土里了。第二个问题，描述太笼统。2022年，环球时报就三星堆与山海经的关系专门采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他的回答很不客气，但我认为必须原原本本的转述。孙华说，到目前为止，说山海经里面的描述被三星堆证实了，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山海经里对太阳树的描写，对人力木的描写都太过泛泛，这句话戳到了要害。什么叫泛泛？就是树上有太阳有鸟，这种描述在全世界的古文明里到处都是。眼睛突出，耳朵巨大，这种造型在全世界的神像上也到处都是。孙华还说了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古代文明都会对神明的眼睛和耳朵进行夸张，以此表现神具有人所没有的超常感知能力，能够预知一些事情，这是人类的一种祈福或者心愿。三星堆铜人的手比腰还粗，脸都长得一样，眼睛特别大，这本来就是艺术夸张和艺术创造，不能当作真实的三星堆人的形象。他甚至搬出了荣格，世界上主要的古老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拥有类似的图案，生命树、万字符、衔尾蛇。在远古世界缺乏交流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却出现相同符号。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孙华的结论是，三星堆的太阳树是中国版的生命树，就如同日耳曼和凯尔特神话、古希腊神话、古埃及神话都有生命树的传说一样。第三个问题，我们对三星堆本身还是一无所知的部分太多了。三星堆没有文字，到今天为止，8个坑，近2万件文物，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都没有出现，只有零星的刻画符号。蜀王本纪说，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而华阳国志却说蜀人多班采文章。2本古书自己就打架，铸造地点没找到。四川大学教授霍威在2026年7月的40周年研讨会上做学术总结时，说了一句很坦白的话，现在从青铜器的形态、风格、纹饰，或者从制作手段、原材料去推测，总觉得隔靴搔痒，缺乏最后的关键证据，那就是铸造地点的发现。高等级墓葬也没找到，三星堆挖了40年，挖出了无数国宝，但那些戴着黄金面具、掌握着142厘米长金杖的人，
他们自己葬在哪里，我们至今不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三星堆已经证实了《山海经》，那是把话说得太满了。那么问题就绕回来了，既然年代对不上，既然描述可能只是泛，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细节咬合得这么紧？我认为2026年7月的一项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2026年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鼎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关问题。这件铜鼎尊跪坐人像出自3号坑，通高约115厘米，上半部是一件圆比例的大口铜尊，下半部是一个跪坐的人像，中间用方形帽冠连接。研究团队对他身上的10个关键位置做了微损分析，用金相分析、合金成分检测、铅同位素对比，把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铸造工艺和矿料来源全部还原出来。结果非常出人意料，尊和人像虽然都是铜锡铅3元合金，但配比差异很大，受热温度也不一样，不是同一批次铸造的。更要命的是，研究团队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对铸造时残留在器物内腔的泥芯做了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分析，发现人像这类本地风格器物的泥芯元素构成和三星堆遗址的土壤吻合，而那剑尊的泥芯却和本地土壤对不上。还有一个细节，尊和人像连接的地方，尊的圈足被人为截去了1/3，剩下的圈足直径刚好和帽冠的边长吻合。负责这项研究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管员郭建波指出，如果一开始就打算把尊和人像做成一个整体，直接铸成需要的大小就好了，不可能出现尺寸不匹配，还要动手把圈足锯掉1/3的情况。结论是什么呢？这件尊很可能来自别的地方，矿料来源和生产地都不在三星堆，而人像和尊上的装饰件是三星堆本地铸造的，最后在三星堆组装成一件器物。而郭建波在论文中的另一句话，我认为是这整支影片真正的转折点。他说，对其文化源流加以考证，可知铜鼎尊跪坐人像经过古蜀工匠精心设计，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仪典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仪典的生动再现。请把这句话咀嚼3遍。长久以来，包括绝大多数普通观众在内，我们都认为三星堆这些奇形怪状的青铜器是古蜀人天马行空的神话艺术创作。但考古学家用金相、用同位素、用泥芯的稀土元素告诉我们，不是的。那个头顶大尊、双手作揖、跪在地上的青铜人，记录的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动作。曾经真的有一个人在某个日子穿着盛装，捧着礼器，跪在那个位置上，工匠只是把它铸下来了。如果最像神话的东西记录的是真实，那么《山海经》里那些最像神话的段落会不会也是同一回事？我们回头再看一遍《山经》每一篇结尾的那些话：毛用一张玉，如用米，一璧稻米，白坚为席，斋百日，以百息，如用百余，应用一璧，如用一璧。这些句子读起来一点都不浪漫，它们没有情节，没有主角，没有起承转合，它们像什么？像一份操作手册，像一份规定了用什么生、用什么玉、用什么米、铺什么席，最后埋到哪里去的清单。一个人如果要编神话，他不会编这种东西。编神话会编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没有人会坐在那里凭空编造第几组山，该用几件璧、几斗玉米。所以《山海经》不是神话。这句话的正确含义并不是说书里那些九尾狐、鸟身龙首真的活在世上，它的含义是这本书的性质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误判了，它更像是一份被后人当成志怪小说来读的档案，里面有地理，有物产，有矿藏，有祭祀规程，有各地神灵的形象规范。而三星堆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时间更早的、独立的、无法造假的对照组。当文字说用章记山然后埋掉，而地下真的挖出了刻着记山图又被埋掉的章，这2份材料就互相照亮了。当然，最诚实的说法还是那句，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证据还不够。孙华说的对，我们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至少我们可以说，
把《山海经》整本丢进神话的抽屉里锁起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不谨慎的。还有最后一个谜，我必须留给大家。那8个坑里的东西为什么全部被砸碎、烧过，然后才埋下去？孙华提出了一个相当具体的推测。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在商朝都城郊外的牧野誓师誓词保存在尚书里。武王在军队面前列举了来自西土的8个同盟国的名字，其中排在第2位的就是蜀，而三星堆遗址正位于古蜀国的中心区域。孙华判断，三星堆神庙被烧毁，珍贵的神像陈设被砸碎掩埋，很可能是三星堆内部矛盾冲突所导致的。可能在继续和商人合作，还是转向新兴的周人这个问题上，三星堆的2个贵族族群产生了严重分歧，其中一方联合周人消灭了另一方，胜利的一方作为同盟者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役，然后把都城迁到了成都的金沙，开启了一个新的朝代。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三星堆就不是一个神秘消失的文明，它没有消失，它换了个名字走进了正史。那些被砸碎的青铜神树和黄金面具是一场政变的现场，而砸碎他们的人几年之后就站在牧野的战场上，听武王念出蜀这个字。40年了。1986年，草棚、主脚手架、背心短裤。2026年，钢架大棚下的恒温恒湿透明方舱，多功能吊装平台，3维扫描，数字建模， AI 算法虚拟拼接。40年间39次发掘，8个不到100平方米的坑，交出了近2万件文物。多学科考古在坑里找到了肉眼看不见的丝绸痕迹、植物种子和动物蛋白。3号坑的顶尊跪坐人像，8号坑的青铜神兽，2号坑的青铜尊口，在电脑里被拼成一件通高约159厘米、重约500公斤的巨器。下层是复合了大象、犀牛、虎豹特征的神兽，中层是盛装跪拜的人，上层是盛着海贝和玉器的3段式折肩尊。而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考古队此刻还在仓包包小城、月亮湾东侧、真武宫这些地方继续推进。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关心的问题是三星堆的水系与城池复原。他说，遗址地处沱江冲积扇上，只有理清沱江水系的古今演变，才能明白三星堆先民为什么选在这里建成。哈佛大学教授傅罗文在40周年研讨会的致辞里说，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既要怀着敬畏之心对待文化遗产，珍视每一处遗存，更要放眼未来，用更开放的视野、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讲好这一古老文明的故事。我想，我们之所以这么执着地想要证明《山海经》对得上三星堆，背后其实藏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我们怕祖先留下的话是空的，我们怕那31000字全都是编出来的，怕自己的来历是一片空白。但三星堆给出的答案也许比对得上更值得安慰。它告诉我们的不是《山海经》预言了什么，而是一件更朴素的事。3000年前，在成都平原上真的有一群人，他们相信树可以通天，相信眼睛里藏着神力，相信把最珍贵的玉埋进土里，山川就会回应他们。他们为此耗费了超过2000克的黄金、上千件青铜、600多根象牙，还有从印度洋一路运来的贝壳。然后有一天，这一切被砸碎、被焚烧、被掩埋。1000年后，另一群人把类似的信仰写成了文字。又过了2000年，我们把那些文字叫做神话。现在土里的东西出来了，那些对得上的让我们知道古人没有全在说谎，那些对不上的才是接下来的40年。所以下一次，当你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前看见那双从3000年前凸出来的眼睛，也许可以换一个念头，他看着的或许从来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另一个世界，他看着的是他自己那个真实存在过却被我们读成了神话的世界。今天我们要聊一位预言惊人的加拿大通灵师，以及他对未来几年的惊世观察。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回望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巨变，竟早已有人预见。美国总统川普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选风暴后重返白宫，他上任不到1年便接连祭出高关税、退出国际组织等震撼全球的激进政策。
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政策举措早在川普重新掌权之前，就被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灵性导师透过遥视能力、精准预言一一权重。她就是伊丽莎白·埃普尔 （Elizabeth April），一位自幼展现异能、勇闯未知领域的通灵女士。伊丽莎白的传奇故事听来令人匪夷所思。相传她年仅4岁时便曾遭遇外星人绑架，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或许正因如此，她自幼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声称能与高维度生命沟通，并穿越时间的束缚，洞察过去与未来的真相。她以卓越的遥视 （remote viewing） 能力闻名于世，仿佛拥有一双可以透过迷雾窥见未来的天眼。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总是渴望找到穿透黑暗的光亮，而伊丽莎白那一双灵视之眼，恰似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在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仅5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则震撼预言视频，预告川普的新任期内将会出现哪些改天换地的巨变。如今踏入2026年，回顾过去1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所做的一切，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伊丽莎白对2025年的预言竟几乎字字应验，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远见。然而，更大的问题在眼前浮现，如果他看对了2025年，那他对2026年及以后所透视的未来又将是何等光景？接下来的3年里，究竟还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巨变在等着我们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不妨先从川普本人的灵魂使命谈起。在许多人眼中，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横冲直撞，敢说敢做，似乎时常打破常规，让传统政客瞠目结舌。但伊丽莎白透过灵视所揭示的画面，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在更高的灵性层面上，川普并非什么完美无瑕的救世主，相反地，他的灵魂在转世来到人世之前，竟与神签署了一份最艰难、最肮脏的灵魂契约。这份契约赋予他的不是拯救世人的光环，而是一项格外沉重的使命，成为一名混乱制造者和体系破坏者，以非常规的手段去撼动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伊丽莎白解读道，川普的灵魂在无数前世轮回中曾反复扮演着打破僵化体制的角色。换言之，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当搅局者，他的灵魂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一只横冲直闯的公牛，冲进历史的瓷器店，把一切陈腐的器皿统统撞碎。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世他才会选择投胎，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商人总统，来完成这份注定艰巨的灵魂契约。想象一下，在转世前的灵魂签约桌上，他毅然在那张写着最肮脏任务的契约上签下名字，这意味着他将背负骂名，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与争议的不归路，只为了执行一项几乎没人敢接的挑战，粉碎旧世界的固有秩序。或许你会好奇，既然是携带神圣使命而来，为何川普给大众的印象却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伊丽莎白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解释。她说，川普在公众面前粗鲁、激进、充满争议的种种不完美表现，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灵性伪装。这种伪装策略就像为英雄披上一件隐形斗篷。在政治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如果川普像传统政客一样八面玲珑、温文尔雅，反而会引起旧势力的高度警觉，甚至可能在他大展身手之前就遭到精准的打击和狙杀。试想一个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完美政客，一旦他暗中计划挑战深层政府的利益，对方岂会坐视不理？相反，川普处处出格的言行举止，倒像是迷惑对手的烟幕弹。他大嘴巴般的粗鲁言论，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特治国风格，让许多精英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看作一个闹剧式的人物。然而正是这副小丑形象，成了他横冲直撞的保护色。在众人低估与嘲笑中，川普反而得以出其不意地存活于暗流汹涌的政治角力之中，直至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执行他的终极任务。川普的终极任务是什么？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撕到底，挤破脓包。这个生动的比喻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就像体内隐藏着一颗巨大的毒疮，表面上或许光鲜亮丽，
实则暗藏脓血。如果继续掩盖下去，整个文明迟早要在漫长的腐烂中走向灭亡。然而过去的领袖大多畏首畏尾，不敢或不愿直面这颗毒疮，他们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只敢轻轻挑开一小口，生怕痛得民众哀嚎。然而川普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选择抓起尖刀，唰的一下划开溃烂，将所有脓血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回顾川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操作，正如这挤破脓包的剧本在现实中上演，他毫不手软地对某些国家祭出惩罚性高关税，强硬拆解过去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他带领美国毅然退出那些他认为受制于全球主义阴影的国际组织，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生生斩断。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无疑带来剧烈阵痛，国际供应链震荡，金融市场巨幅波动，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正如他说，短痛总好过长痛，他宁可让毒疮在剧痛中彻底破裂流脓，也不愿让人类继续在温水煮青蛙般的腐败中沉沦下去。伊丽莎白以凌氏洞见指出，川普这一连串一丝到底的激进行动，正是在履行他灵魂契约中的一部分。只有把隐藏的脓疮揭开，人类才有机会清理伤口，重新开始。那么被撕裂的旧系统将呈现何种景象？伊丽莎白预警我们，2026年至2028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痛苦的阵痛期。这段时间里，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建立起的种种体制、秩序和幻象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土崩瓦解，政治版图将重新洗牌，经济制度将被迫重启，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可能面目全非。正如富人临盆前的阵痛越发强烈频繁，旧世界的瓦解同样会以撕心裂肺的剧痛作为倒计时的序曲。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变，极可能是金融领域的一场浩劫。伊丽莎白预见到一场足以比肩1929年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即将来临。试想，股票市场在短短几日内狂泻千里，指数曲线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各国交易所一片恐慌惊呼，这将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不景气，而更像是一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大洗牌。许多昔日财力雄厚、不可一世的跨国银行可能会接连倒闭，仿佛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倾倒。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将在这场风暴中被强制按下重置键，经济形势会变得异常严峻，失业、通胀、资产缩水等难题迎面砸下，整个世界仿佛倒退回金融原始丛林。然而伊丽莎白强调，这场经济浩劫的目的并非让人类万劫不复，而是要扫除长久以来的虚假繁荣，为真正的繁荣腾出空间。就像一栋岌岌可危的老楼，必须在原地爆破清理殆尽，才能兴建起更坚实美好的新屋宇一样。金融崩溃也是为了埋葬扭曲腐败的旧体系，好让健康诚实的新经济体制得以萌芽。伴随金融风暴而来的，将是埋藏在深处的黑暗势力纷纷现形。这里所说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指的是一张纵横交错、隐身幕后、操纵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暗之网。伊丽莎白遥示道，近年来我们所见的诸多丑闻事件，不过是这张黑网开始崩解前的冰山一角。例如，美国富豪爱泼斯坦跨国性犯罪集团的曝光，只是黑暗揭露的序幕之一。又如美国娱乐圈传奇人物吹牛老爹迪迪 Sean Diddy Combs 卷入的丑闻风暴，揭开了好莱坞名利场一角的肮脏帷幕。甚至在东方，华语娱乐圈近年也爆发出种种骇人听闻的黑幕，比如知名演员于朦胧卷入的神秘事件，这些都预示着更深层的罪恶正在浮出水面。而伊丽莎白斩钉截铁的预言，随着川普任期的推进，未来几年将有更惊人、更可怕的罪行被陆续曝光。那些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权力堡垒都将受到冲击，甚至集权统治者也将颤抖于真相之前。试想，连横行数十年的邪恶富豪和明星都纷纷落马，更大的老虎又怎能幸免？或许某一天，遥远东方红墙之内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黑网中的蛛丝马迹被阳光照射，
盘踞已久的黑暗势力势必走向衰亡，这将是旧世界土崩瓦解的重要篇章。然而，扮演脓包杀手的川普本人，难道能全身而退吗？伊丽莎白在灵视中看到了川普个人命运的一抹阴影。2027年左右，当他完成大部分使命，即将卸任之际，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例如突发心脏病这类生死攸关的意外。试想那惊险一刻，全世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屏息以待，仿佛命运女神正掷下一颗生死骰子。然而预言显示，川普最终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或许命不该绝。毕竟他的灵魂契约尚未彻底履行完毕。熬过这场劫难后，他将顺利走完任期的最后旅程。等到任期结束，政权交接之时，也正是川普在世俗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日。伊丽莎白强调，川普的历史使命是拆解旧世界。当这使命完成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将画下句点。届时，无论他选择退隐江湖，还是作为象征人物载入史册，他都将功成身退，把新世界的重建重任留给后人。毕竟，他的灵魂来此一遭，目的就在于打碎旧有的壳。至于重塑新世界的美好蓝图，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灵魂的任务了。那么，当旧世界的高楼在火海中倒塌，新世界的黎明将如何到来？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其实早已有新生的种子在悄然萌芽。伊丽莎白看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频率转变。这听起来有些神秘玄妙，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振动频率正在提高。科学上有所谓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电磁波共振现象，其基频约为 7.8 赫兹，被誉为地球的脉动心跳。多年来，舒曼共振通常稳定如心跳般规律，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观测到舒曼共振频率时有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升高峰值。伊丽莎白从灵性层面解读这一现象，认为地球心跳的加速象征着人类集体意识正在苏醒提升。我们正逐步从过去沉迷物质的价值观转向追求灵性的觉醒，从彼此分裂对立转向重新团结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对神明和道德的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向右转浪潮，也就是政治和社会观念向传统保守的回归。在灵性上看来，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与神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化。当人们不再盲从虚无主义和极端进步主义的迷雾，而开始寻找信仰之根时，人类整体的频率就会随之升高。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转型的关键时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新的意识正在升起。更令人振奋的是，伊丽莎白预言，随着旧势力瓦解，许多曾被深层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蓄意封印的革命性技术将重新涌现于世。想象一下，一夜之间，石油、煤炭不再是能源主角，风能和太阳能也突然显得过时老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全新形态的无限能源。伊丽莎白暗示，这可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零点能源或自由能源技术，一种既清洁又可无限自我循环的终极能源来源。这种能源一旦问世，将彻底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我们可以畅想那情景，不用再为汽车加油，为发电厂燃煤，也无需在荒野布满风车或太阳能板。零点能装置可能仅仅一个盒子大小，却能源源不绝供给整座城市电力。从此，天上的繁星看着地球，不再看到白天黑烟弥漫，夜晚灯火阑珊，而是一颗清洁璀璨的蓝色星球。人类的科技水准将因此实现飞跃式跃升，而每个人的精神频率也会随着脱离匮乏恐惧而大幅提升。因为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能源劳心焦虑，我们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心灵成长和文明创造。可以说，新能源技术的解放将为新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神性的回归插上双翼。伊丽莎白描绘的未来蓝图中，2030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这一概念将逐渐淡化，人类将走向一种没有传统国界的新形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归自然又融合高科技的庄园经济模式。
或许你会联想到中世纪的庄园封建时代，但此庄园非彼庄园。伊丽莎白所指的庄园经济，是指人类将以较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区为单位，过上既贴近土地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到那时，庞大的民族国家机器将不再是主流，每个社区就像一个个自治的小王国，却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剥削，而是基于共识与协作运转。每个社区都能内部解决能源供应、粮食种植和废物处理等需求，再也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长途输送。想象你所在的社区如同桃花源，一片广袤的庄园里，既有现代化的垂直农场提供粮食，也有自由能源装置供应电力。所有垃圾经过高科技系统被完全循环利用，不污染环境。人们白天劳作，夜晚仰望星空，物质充裕且精神富足。这样的图景有几分类似中国魏晋时期那些隐士田园归真的生活意境，但又融合了当今时代的高科技与高灵性追求。没有强权的钳制，没有尖锐的贫富悬殊，人类将真正成为彼此平等友爱的大家庭。科技不再是异化人性的工具，而变成回归自然而又提升灵性的助力。一切变革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类神性的最终苏醒与回归。金融崩溃也好，政治动荡也罢，种种阵痛，皆是为了让人类灵魂从旧有枷锁中解脱出来，复归纯真、善良、有信仰、有道德的神圣本性。在这样的新人类文明中，或许已经没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之分，每个人都是整个地球为家园，把彼此当作手足，同心协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新黄金时代。当然，以上种种展望听来既令人向往，又心生忐忑。毕竟，从现在到理想未来的途中，我们必须先穿越那段黑暗风暴交加的岁月。眼下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临近门槛，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伊丽莎白强调，她的预言并非为制造恐惧，而是在黑暗中为人们提供指引和希望。正如她所言，如果不是川普将脓包挤破，人类的痛苦只会更长更惨烈。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旧系统在剧痛中崩塌，新世界的轮廓虽已隐约可见，但尚未完全成型，一切都处于动荡蜕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仿佛是一场灵魂的考试，黑暗中有诱惑，也有觉醒的契机。究竟选择随波逐流，沉沦于恐惧愤怒，还是坚守良知，拥抱光明未来，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抉择。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你我，又该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自处？伊丽莎白给出的建议朴素而深刻：保持善良，坚守对神的信念，远离邪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简单的一句话，道出在乱世中保全灵魂的关键。当经济崩盘，秩序瓦解时，邪恶的势力可能诱惑人们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但唯有不丧失内心的善与信仰，才能在混乱中挺立不倒。当某些意识形态鼓吹仇恨和暴力时，我们应当警惕远离，不让灵魂被拖入深渊。伊丽莎白相信，良知与觉醒将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方舟，就像洪水来临时，挪亚方舟承载着正义与希望一样，在未来的狂风暴雨中，善良与信仰将是我们的避风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道光，那么即使黑夜再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此刻，2025年即将成为历史，2026年的崭新篇章正悄然展开。在这人类巨变的起点上，我们或许难免心生迷茫与不安。然而，正如古语所言，破晓前的夜色最为漆黑，黑暗并不可怕，它只是黎明前的前奏。我们有幸见证旧世界最后的崩塌，也将见证新世界的诞生。伊丽莎白·埃普尔的预言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前方荆棘密布，风雨如晦，但光明的未来已在彼端等待。当这场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置身事外。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随波逐流沉默，亦或乘风破浪前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以善良为舵，以良知为灯，怀抱信仰与勇气，
驶向那黎明的彼岸，相信穿越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浴火重生的新纪元。一张地图挂在美国新罕布夏州一间乡间工作室的墙上，乍看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世界地图，看久了你会发现不对劲，非常不对劲。北美洲的西岸不见了，加州的位置变成外海的一串岛链，美国大陆的正中央被一条巨大的水道劈开，海水一路灌进内陆。太平洋的另一头，日本列岛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小点，欧洲的低地成了浅海，非洲被撕成3大块，亚马逊雨林的位置变成一片内海。而在西太平洋，就在中国海岸线整条向内崩退的旁边，台湾所在的那个区块轮廓几乎没有动。画这张地图的人不是地质学家，也不是气候学家，更不是哪个国家的灾防官员，他是一个修电子设备出身的美国人，名字叫高登·麦克·史凯利恩。他说，地图上的每一条海岸线都不是他推算出来的，而是他看见的。闭上眼睛，画面就来，像有人在他脑中挂了一块荧幕，一格一格播放地球的未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对这张地图，左手是预言，一张90年代画下的未来世界地图，右手是现实，海平面上升的卫星实测，一个正在下沉的首都，一直写进国际条约的气候签证，一份愈来愈长的下线城市名单。预言归预言，事实归事实，两本账分开记，这是这个频道的老规矩，这一点必须先讲清楚，我们一条一条对。有些数字会让你觉得那张地图荒谬，也有些数字会让你在深夜多看它一眼，对到最后再回来回答标题那个问题。在这张几乎毁掉整个地球的地图上，台湾为什么完好无缺？手边先定3个坐标，一张1990年代的手绘地图，一份2025年的抽签名单，一把量了30多年的卫星尺。故事从那间挂着地图的工作室开始，先从人讲起。史凯利恩原本的人生跟神秘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在美国东岸做电子与通讯的技术工作，修设备、拉线路、跑客户，是那种公司名单上最不起眼的工程人员。转折发生在1979年，按照他自己后来反复讲述的版本，那一年他突然失声，一个字都发不出来，被送进医院。躺在病床上，他开始看见东西，光、色块，还有一幕一幕像新闻画面一样的灾难场景。海水漫过城市，海岸线断裂，大地在他眼前缓缓移动。医生找不出病因，几天后声音回来了，画面却留了下来。往后几年，他说这些意象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结构。最特别的是，画面有时候会停在半空，像一张摊开的地图，给他足够的时间把新的海岸线一笔一笔记下来。他开始对外发布预测，说自己能提前感应地震。1989年10月，旧金山湾区发生强烈地震，高架桥断裂压垮车辆，全美转播的职棒大赛被迫中断。支持者说，史凯利恩事前就点明了加州会有大震，这是他的成名一击。怀疑者翻出他当年的原文，说时间、地点、规模其实都对得很勉强，是事后放大解读。这笔账两边到今天还在吵，但可以确定的是，从那之后，他的名字开始在美国的预言圈流传，名气带来了胆子。90年代初，他在通讯里愈预告愈具体，加州的大断裂被他一次一次排上日程，期限到了，加州没事，他就把日程再往后挪。订户有人退订，有人反而订得更死，因为在恐惧的市场里，落空从来不是致命伤，敢不敢继续说才是。1991年，史凯利恩干脆办了一份通讯刊物，名字取得向政府公报地球变动报告，每个月寄给订户，内容是他最新看见的地震、火山、气候异变，订户以千计，遍布全美。然后他做了一件让他从预言家变成文化现象的事，把脑中的画面正式画成地图，印刷出售。先是一张美国未来地图，接着是一张世界未来地图。美国那张标题底下印着一组年份，1998到2001，意思再直接不过，他看见的这一切会在那几年之间发生。这张图的背后还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史凯利恩宣称，
灾变的引擎是地球的磁极偏移，磁场先乱，地壳跟着松动，接着是连锁的超级地震与火山喷发，海雨露重新发牌。地球变动报告每一期都像灾难版的气象预报，它标出下个月哪里会震，哪座火山会醒，订户拿着上一期的预测一一核对，命中的被剪下来表框，没中的安静的翻页。这种记账方式本身就是预言产业的日常，人们记得的永远是说中的那几次。90年代的美国正流行世纪末的集体焦虑，史凯利恩踩在浪头上，他成了深夜广播节目的常客。主持人压低声音问他下一场灾难在哪里。1994年 NBC 电视网的纪录片《远古预言》把他请上镜头，让他对着全国观众描述加州断裂的画面。镜头前的他不喊不叫，语速平稳，像在播报气象，愈平静愈吓人。地图愈卖愈好，挂进了无数美国家庭的客厅、车库与地下避难室。有人买来当警示预言，有人真的摊开地图，照着上面还存在的陆地搬家。顺带一提，同一个年代，美国还有另一位自称看见异象的女性洛丽托伊，也画了一张版本不同但精神相通的美国灾变地图。画未来地图在90年代的美国是一门真实存在的生意，而在新罕布夏州的工作室里，那张世界未来地图就挂在他身后的墙上，成了他最好的布景。镜头前的他从不渲染，谈起大陆断裂，像在复述一部已经看完的电影。他把自己画的未来称为可能的未来，说几率会随着人类的选择浮动。这句话后来成了他面对所有质疑时的盾牌，也是这张地图最聪明的设计。他永远不会错，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诺一定发生。30年过去，这张图的重印版至今仍在网络上流通，新世纪书店的墙上还挂着它。纪录片、谈话节目、末日论坛，每隔几年就把它翻出来一次。一张90年代的海报，活得比大多数同时代的预言都久。1997年，史凯利恩把半生的意象整理成书，书名取得很宏大，来自宇宙的笔记。书里他维持一贯的姿态，不道歉，不退场，只是把时间表愈讲愈远，从几年后讲到几十年后，讲到下一个世代。预言家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他掌握的炉火纯青，永远把应许之日放在还没到来的地方。现在把镜头拉近，看看这张世界未来地图上到底画了什么。先说清楚，以下描述的是预言的内容，是他个人宣称的意象。经过30年的流传，网络上的版本细节略有出入。这是他的画面，不是任何机构的预测，更不是科学的判断。流传的版本里，这张图用颜色分层，深蓝是新的海，浅色是幸存的陆地。新的海岸线用粗线描过，像一份灾后重新测绘的地级图。它的说服力一半来自内容，一半来自这种一本正经的制图格式。末日用等高线画出来，看起来就像公文。第一站，北美洲。在它的地图上，美国西岸的灾难从一连串超级地震开始。加州不是被淹没，是被折断。断裂之后的残余高地退到外海，变成一串岛屿。他甚至给这串岛屿取好了名字，加州群岛。原本的海岸线整个作废，太平洋的海水一路吃进内陆。新的西海岸落在内布拉斯加州附近。丹佛，这座海拔1609公尺，美国人叫它1英里高城的高原都市，在它的地图上变成了海港。美国的中间也没有幸免，密西西比河在它的画面里不再是河，而是一条愈撕愈开的巨大水道，把美国从中间劈成两半。五大湖的水顺着裂缝向南灌进墨西哥湾。佛罗里达整个州几乎从图上消失，只剩几个点。东岸的纽约、华盛顿，海岸线大幅内退。一个完整的美国，在他的笔下变成一片群岛与内海的拼图。第二站，日本。这是整张地图上最触目惊心的区块之一。在流传的版本里，日本列岛的大部分没入海中，本州、4国、9州的轮廓几乎消失，只剩原本山脉最高的地方露出海面，变成几个零星的小岛。一个1亿2千万人口的工业大国，在图上缩成几粒碎点：东京、大阪、名古屋。
这些名字所在的位置全是蓝色。后来的读图者对着残存的小点比对，说那些位置大致对应日本中部山岳与富士山周边的高地。换句话说，在这张图的逻辑里，日本只剩下山顶。第3站，中国沿海。地图上，中国的海岸线大幅内退，沿海平原成了海底，海水深入内陆数百公里。换句话说，今天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在它的画面里都在水面之下。这里放一个现实的数字当对照组，上海的平均海拔大约只有4公尺。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本来就是长江吐出来的泥沙堆出来的。图上那一大片蓝色盖掉的，正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冲积平原。东南亚的低地，印尼的部分岛屿也被划进了海里。再看世界其他角落，北海周边的低地国家大面积进水，英伦三岛缩小成零散的岛群，北欧的海岸线被重新裁切，非洲被新出现的水道撕开，分成3大块，南美洲的亚马逊流域变成一片巨大的内海。地图上甚至画出了新升起的陆地，传说中沉没的亚特兰提斯与雷姆利亚从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底重新浮上来。看到这里你就明白，这不是一张气候简报，这是一张把神话、末世与地理全部揉在一起的图。地图的边角也没有被放过，在流传的版本里，澳洲的内陆低地被画出新的水道与内海，印度的海岸缩了一圈，西伯利亚冻原的边缘被北冰洋啃掉一大片。整张图的逻辑只有一条，现在的海岸线全部作废。人类花了几千年沿着海建立起来的一切，港口、都城、航线、贸易，在这张图上通通归零，重新发牌。然后是台湾。在网络上流传的世界未来地图版本里，当日本沉没，中国海岸线内退，菲律宾群岛支离破碎的同时，台湾所在的那个区块轮廓相对完整，周围的世界翻天覆地，这座岛还在。预言圈后来给了各种解释，有人说是高山救了台湾，有人讲能量，讲纬度，讲板块交界的特殊位置。这些说法我们先放着，片尾再回来。现在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在这张灾难地图上，台湾是少数被划成幸存者的区块。好，地图看完了，接下来换事实上场。以下每一笔都有公开资料可查，是机构的量测数据，政府的公文，签了字的国际条约。这是档案柜里的东西，不是任何人的想象。对账的规则也先讲好，我们不问地图灵不灵，那是信仰题。我们只问2件事：地图画的方向，现实里有没有出现同方向的讯号；地图画的幅度，现实的数字距离它有多远。方向与幅度2把尺分开量，这是把预言当新闻查的唯一办法。第一笔账，海平面。从1993年起，人类开始用卫星高度计持续量测全球海平面，这是目前手上最硬的一把尺。量出来的结果，30多年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大约10公分，而且速度在变快。1990年代，海平面一年上升大约2公里，到了最近几年，速度翻了1倍以上。2024年单一年，全球海平面跳升了接近6公里，连 NASA 的科学家都公开表示，这比他们原先的预期还要高。10公分听起来不多，但海平面每垫高1公分，台风的暴潮就往内陆多推进1步，沿海满潮淹水的天数就多1节。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的统计就显示，美国沿海城市的晴天淹水，不用下雨，光是涨潮就淹的那种，几十年间增加了好几倍。真正的重点是方向，这条曲线30多年来没有回头过，这是实测，不是模型，更不是预言。再把这把尺往前接一段，卫星升空之前，人类靠的是验潮站，一根一根安安静静立在港口边的水尺，有些已经连续量了超过100年。把2段记录接起来，从1901年到2018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大约20公分。20世纪初的人如果站到今天的码头上，会发现全世界的海整整垫高了1个手掌再多一点，而其中上升最快的年代，就是我们正在活着的这几十年。尺的另一端是冰，格陵兰冰盖，这20年来平均每年流失大约2700亿吨的冰，
南极冰盖每年也在流失上千亿吨。这些数字来自重力量测卫星，它们感应的是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冰变成了水，水流进了海。地图上的蓝色要扩张，材料已经在路上，冰的葬礼甚至已经开始举行。2019年8月，冰岛为第一条正式除名的冰川奥克冰川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的标题是给未来的一封信，大意是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该做什么，只有未来的你知道我们最后做了没有。同一年，瑞士人徒步上山，为阿尔卑斯山消失的皮佐冰川办了一场告别式。科学家用数据记录冰的消失，普通人用仪式，二种语言说的是同一件事。第二笔账，一个正在下沉的首都印尼雅加达，连同周边都会区住了大约3000万人。这座城市的北部过去几十年累计下陷超过2公尺，最严重的年份一年就下沉25公分。原因不是海怪，也不是诅咒，是超抽地下水加上高楼与道路的重量，城市亲手把自己压进了海里。今天的雅加达已有大约40%的土地低于海平面，海平面在涨，地面在沉，二条线交叉的结果是海堤愈筑愈高。站在北雅加达的某些堤防边，你会看到一个违反直觉的画面，堤外的海面比堤内的马路还高。研究团队多年前就警告，如果超抽地下水不停手，到2050年，北雅加达可能有超过90%的土地没入水中。这个警告后来变成了行动，印尼政府的回应写进了法律。2022年1月18日，印尼国会通过迁都法案，决定把首都从雅加达迁往婆罗洲岛上的新城市努山塔拉。2024年8月17日，印尼独立纪念日，总统佐科威多多把升旗典礼搬到还在施工中的新首都举行。请注意这件事的性质，一个2亿7千万人口的大国，用国会立法的方式承认自己的首都守不住了。这不是预言频道的标题，这是印尼的国家日程表。第三笔账，一纸签了字的条约。南太平洋岛国吐瓦鲁，全国平均海拔不到2公尺，最高点也不到5公尺。2021年11月，吐瓦鲁的外交部长西蒙科菲站在极西的海水里，西装笔挺，裤管全湿，对着镜头录下给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演说。他脚下那片海原本是陆地，吐瓦鲁的全部国土加起来只有26平方公里，比台北市的内湖区还小。首都富纳富提的机场跑道遇上1年几次的天文大潮，会被海水直接漫过。孩子把积水的跑道当成游泳池，那段影片传遍了全世界。隔年，吐瓦鲁进一步宣布要把整个国家的地景、档案与文化扫描上云端，建立所谓的数位国家，连国土都要先做备份。2023年，吐瓦鲁甚至修改宪法，白纸黑字写进一条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条文，即使国土因海平面上升而消失，吐瓦鲁作为国家的主权地位与海域范围永远存在。一个国家开始为自己的实体消失预立遗嘱，然后玩真的来了。2023年11月，吐瓦鲁与澳洲签署法勒皮利联盟条约，里面写着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气候签证。澳洲每年开放280个名额，让吐瓦鲁公民以气候变迁为理由永久移居澳洲。2025年6月，第一轮抽签开放登记，短短1个月，登记人数超过8000人，而吐瓦鲁的全国人口大约11000人，也就是说，超过70%的国民报名抽签，准备离开自己的国家。一个主权国家开始用抽签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撤退。条约文件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说法，带着尊严的移动，意思是趁灾难还没来，先体面的走，而不是等灾难来了，变成飘在海上的难民。这一条你在任何一张预言地图上都找不到，因为它不是预言，它是新闻。同一片大洋上还有更早的动作。2014年，吉里巴斯政府在邻国斐济买下2000多公顷的土地，官方说法是农业用途，但总统讲得很白，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那里是人民的退路，国家买地当救生艇，这也是写在地契上的事实。第四笔账，一份愈来愈长的名单，地层下陷的城市远远不是只有雅加达、
同在印尼的三宝龙，部分地区一年下沉接近10公分。曼谷在沉，胡志明市在沉，马尼拉在沉，天津的部分区域在沉，美国的休斯顿在沉，连完全不靠海的墨西哥市也在沉。有些地段一年下沉好几10公分，原因同样是超抽地下水。这几年，科学家用卫星雷达干涉技术扫描全球沿海大城，结论很一致，许多城市的地面下沉速度比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还快上好几倍。这份名单说明一件残酷的事，让城市往海里走的第一推手，往往不是上升的海，而是下沉的地。人类自己就是那股地壳变动的力量之一。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值得多停一秒。东京。凯西与史凯利恩都点名日本要沉，而现实中的东京确实沉过。20世纪，东京东部因为工业超抽地下水，江东一带的地面累计下陷超过4公尺，直到政府在60、70年代严格立法管制，下陷才刹住。但沉下去的地面回不来了。今天的东京东部存在一整片所谓的海拔0公尺地带，地面比满潮的海面还低，住超过150万人，全靠堤防、水门与抽水站日夜看守。日本没有沉入海中，但东京有一部分确实已经生活在海平面之下。预言与现实的距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妙，方向似曾相识，剧本完全不同。欧洲的账本也翻得出来。2019年11月，威尼斯遭遇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水之一，圣马可广场成了一片咸水湖。2020年10月，延宕多年、争议缠身的莫塞防潮系统第一次实战升起，78座钢闸从细湖底浮出，硬是把满潮挡在城外。伦敦的泰晤士河防洪闸1980年代启用的头几年，难得关闭一次。到了2013到2014年那个冬天，一季就关了50次，防线还撑得住，但启动的频率正在一年比一年密，这也是一种量测，不量海，量的是人类挡海的次数。名单上也有已经搬走的人。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拨款4800万美元，把路易斯安那州让查尔斯岛上的居民整体迁走，那里的土地在几十年间被海吃掉了90%以上。媒体称他们是美国第一批气候移民。2024年6月，巴拿马外海的加蒂苏迪岛300户原住民家庭收拾家当，坐船搬到大陆上的新社区，因为海水已经淹进了教室与客厅。这些不是预言插画，是搬家卡车与船班的时刻表。国际文件的用词也跟着悄悄改了，过去开口闭口是减缓，现在愈来愈常出现调试，翻成白话，承认有些水已经挡不住了。接下来要学的是怎么跟它一起活。第5笔账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台湾也在这份名单里。云林、彰化沿海的地层下陷最严重的年代，部分测站量到一年超过7公分的下陷速率，高铁云林段因此被学界点名安全疑虑。列车每天照跑，但桥墩的沉陷监测成了工程师年年紧盯的体检报告。政府花了10几年管制地下水井，速度才逐渐放缓。口湖、台西这些沿海乡镇，有些聚落的地面已经低于附近的海平面，大雨叠上大潮就淹，抽水站成了乡镇的心脏。口湖的成龙村，整片农田与坟地常年泡在水里，泡成了一片湿地，如今叫成龙湿地，是地层下陷刻在地表上最直观的一刻。台北盆地在上个世纪也曾因为超抽地下水明显下陷，后来靠管制硬是刹住。这座岛的轮廓在地图上或许完好，但岛上的低地一样在跟水搏斗。还有一笔更少人注意，多个研究团队分析燕巢站与卫星资料后指出，台湾周边海域近年的海平面上升速率高于同期的全球平均值。海不是均匀地涨，而我们刚好站在涨得比较快的那一区。把这5笔账叠在一起，你会得到一个很微妙的结论。史凯利恩地图上的大方向，海进人退，确实正在发生。卫星看得到，法律写得出，搬家的船班排得出来，但是方向对不等于幅度对。接下来这一段是今天最重要的平衡报道，听完你才有资格决定要不要相信那张地图。先问一个最极端的问题，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冰，格陵兰、南极、
所有高山冰川全部融化，一滴不剩，海平面会上升多少？美国地质调查所给过估算，大约70公尺。70公尺会淹掉全世界几乎所有沿海大城，会重划每一条海岸线，是不折不扣的文明级灾难。纽约、伦敦、上海、东京、孟买，人类最重要的城市名单几乎就是一份沿海名单，会被整份改写。但科学家同时会告诉你时间表，光是格陵兰冰盖全部融化，就是以千年计的过程。南极大部分的冰要走完，更是以万年计。但请注意，即使是这个最极端，科学家认为需要几千年才可能走完的剧本，也够不到史凯利恩的地图。丹佛的海拔是1609公尺，要让丹佛变成海港，海平面得上升超过1500公尺，而地球上根本没有那么多水。换句话说，那张地图如果要成真，靠融冰是不够的，得靠整块大陆自己塌下去。那大陆会不会塌？这就要讲到板块。板块确实在动，这是20世纪地球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但它的速度是1年几公分，跟你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全球移动最快的板块之一，太平洋板块，1年也不过推进大约10公分。要让加州断成外海岛链，让日本大部分没入海中，以板块运动的节奏，时间单位是10万年、100万年起跳。而且大陆不是想沉就能沉的，大陆地壳比海洋地壳轻，浮在地函之上，像木筏浮在水面。地质学称为均衡原理，你可以把木筏压下去一脚，但要把整条木筏按进水底，需要的力量大到荒谬。地震释放的是板块边界累积的应力，它可以让海岸升降几公尺，可以摧毁城市，但它按不沉一整片大陆。日本这个案例尤其讽刺，日本列岛本身就是俯冲带挤压出来的弧状山地，放在100万年的尺度上，它的长期趋势是被挤高，不是往下掉。要日本沉一半，物理学第一个不答应。就算是人类记录过最猛烈的地震，改变也有限。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规模 9.0， 本州部分地区在几分钟内向东平移了超过2公尺，东北沿海部分地带下沉了超过1公尺。这已经是地球在1天之内能对地图做出的最大修改之一。结果呢？日本还在，海岸线伤痕累累，但列岛的轮廓1寸都没有从地图上消失。至于本世纪的正规预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是，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很可能再上升几十公分，最坏情境逼近1公尺。如果冰盖出现科学家还无法完全排除的不稳定崩解，2公尺的尾端风险不能说死，几十公分到2公尺，对低洼国家是生死交关，对保险公司是天文数字，但距离日本沉一半，隔着好几个数量级。这就是科学这一端的账本，警报是真的，末日地图是夸张的，还有一笔最直接的账，年份。史凯利恩的美国地图上，白纸黑字印着1998到2001。1998年过去了，2001年也过去了，加州还连在大陆上，内布拉斯加州没有海景，丹佛的码头一根柱子都没有。这是这张地图最硬的一次落空，必须讲清楚。面对落空，史凯利恩阵营的回应是预言圈的经典句式：时间轴延后了。他们说，人类的集体意识改变了进程，灾难被推迟，被缩小。批评者则说，这就是预言的万用后门，一扇永远关不上的门，说中了是神迹，没说中是延期。2种说法你都听到了，我们不裁决，我们只把账本摊开。不过这张地图还有一条线索值得往回追，因为史凯利恩不是第一个画出这种画面的人。往前推60年，美国有另一个更有名的人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艾德加·凯西1877年出生在肯塔基州，本业是摄影师，人称沉睡的预言家。他的方法很奇特，躺在沙发上，闭眼进入恍惚状态，用平板的声音回答旁人的提问，身边有速记员逐字记录。醒来后，他自称什么都不记得。他一生留下超过14000份这样的记录，每一份都有编号，收藏在维吉尼亚州的档案馆里，任何人都可以调阅。凯西活着的时候，主业其实是替人看病，美国各地的病人写信给他，他躺下，
入睡，报出诊断与偏方，醒来收费低廉，付不起的人干脆免费。1931年，他在维吉尼亚海滩成立研究与启蒙协会，专门整理这些记录。这个组织至今仍在运作，也因为档案齐全，凯西成了预言史上最容易查证也最常被查证的人。他说过什么，哪一年说的，原文怎么写，全部摊在阳光下。这一点跟许多死无对证的预言家完全不同。把时代背景也放进来，你会更理解凯西为什么红。他最活跃的年代正是美国大萧条的前后，银行倒闭，农田沙化，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流离失所。当现实已经向末日，人们对末日预言的胃口反而最好。这个规律后来在90年代的世纪末焦虑里重演了一次，在今天的演算法时代又重演了一次。1945年1月，凯西过世。他不知道的是，他档案里的几句话会在半个世纪后被画成一张世界地图。1934年1月，凯西在一次编号留档的解读里讲出了那段最有名的预言：地球将经历大变动，美国西岸将破碎，纽约会消失，欧洲北部将在转瞬间改变，而日本的大部分必沉入海中。后来的信徒把这段话读成一张地图，批评者把它读成大萧条年代集体恐惧的投影。同一段速记稿90几年来被读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注意这个时间点，1934年距离史凯利恩挂出他的地图还有将近60年，二个人隔着半个多世纪，画面却高度重叠。西岸断裂，日本沉没，新陆地从大西洋升起，连地壳变动这个核心概念都是同一套。更巧的是，凯西也讲过时间会变，他说变动的进程与人类的作为相关，不是铁板一块。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史凯利恩的嘴里，是巧合还是抄袭？怀疑者的答案很直接，史凯利恩读过凯西，凯西的解读在美国神秘学圈流传极广，90年代任何一个预言家都不可能没接触过。所谓的意象很可能只是把前人的剧本重新画成一张更精致更好卖的图。支持者则反过来说，二个不同时代的人看见同一幕，正代表那一幕是真的。同一份证据，二种读法，这也是预言世界的常态。还有一个细节把二个人绑得更紧，凯西的解读里跟史凯利恩的地图一样，点明了所谓的安全区。他说维吉尼亚海滩一带，美国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会在大变动中相对平安，信徒因此举家搬迁。维吉尼亚海滩至今仍是凯西信仰的大本营。半个世纪后，史凯利恩的地图同样用颜色标出幸存的高地，告诉读者哪里可以去。末日预言的市场逻辑从来是双面的，一面卖恐惧，一面卖方舟。顺带把凯西自己的账也翻一页，他预言大变动会集中发生在1958到1998年之间，这个区间也过去了，西岸没有碎，纽约还在。但他的档案里也有让怀疑者皱眉的条目。他在世时说过，沉没的亚特兰提斯有一部分会在1968或1969年重新出现。1968年9月，潜水员在巴哈马比米尼岛外海的潜水里发现了一条由巨石排成的水下构造，绵延数百公尺，排列得像一条路，后来被称为比米尼之路。主流地质学家判定那是天然形成的海滩岩，只是断裂得特别整齐，但时间点就这么对上了。石头是真的，照片是真的，至于那算不算亚特兰提斯，解读权到今天还在吵。这就是凯西留下的标准剧情，大预言落空，小细节诡异的命中，让人放不下，也让人不敢全信。这条预言的血脉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接力者，不是预言家，是小说家。1973年，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出版科幻小说《日本沉没》，写地质学家发现日本列岛将在短时间内没入海中，举国展开大逃亡。小说在日本狂卖数百万册，隔年搬上大银幕，把日本沉没4个字深深烙进整个东亚的集体想象。凯西的预言，小松左京的小说，史凯利恩的地图，3样东西，3个年代，一条线。等到网络时代来临，这条线
直接接上了演算法。于是每一次大灾难，这张世界未来地图就复活一次。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他在论坛与信箱之间疯传，有人把海啸的空拍画面跟图上沉默的日本摆在一起，配上一句他早就画出来了。2004年南亚大海啸之后如此，每一次加州强震的传闻四起时也如此。到了短影音的时代，它更是完美的内容，一张图3秒钟看懂一个末日，查证需要30分钟，转发只要1秒。这张地图最成功的预测从来不是地质，是人心。最后回到台湾，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一类末日地图上，台湾总是相对完好？预言圈的答案五花八门，我们不重复。今天给你一个地质学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反而是整集最扎实的部分。台湾是一座非常年轻、非常剽悍的岛。几百万年前，菲律宾海板块撞上欧亚板块，把海底的沉积物硬生生挤出水面，挤成一座岛。这场碰撞到今天都还没结束，2个板块仍以一年大约8公分的速度互相挤压，中央山脉到现在还在长高，部分地区的抬升速率达到1年1公分上下，放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速度。换句话说，海平面1年爬几公里，台湾的山1年也在长几公里。这座岛是地球上少数还在跟海比升高的地方。1999年9月21日的极大地震，车龙埔断层在几十秒内把地表抬升了好几公尺，石冈坝直接被错动扯裂，大甲溪的河床上凭空多出一道瀑布。那一夜夺走2000多条人命，是彻底的悲剧。但从地质的角度看，它同时也是这座岛的身世证明。台湾是被一次一次的挤压与抬升从海里推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很极端的地形，一座36000平方公里的岛，塞了超过260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最高的玉山3952公尺，比日本的富士山还高。现在拿前面那把最极端的尺来量，就算全球所有冰盖融光，海平面上升70公尺，台湾会失去大部分的西部平原，台北盆地会回到湖的状态，彰化、云林、嘉南的海岸线会彻底改写，损失惨重到难以想象。但这座岛的主体，那条纵贯南北将近4000公尺高的山脉，仍然稳稳站在海面之上。对照之下，日本的人口与工业精华集中在沿海的低平原，中国的精华区压在海拔只有几公尺的冲积平原上。从纯粹的海拔数字来看，台湾确实是西太平洋最不容易被整个淹没的地块之一。预言圈说台湾有天命护体，地质学家会耸耸肩说，护体的不是天命，是造山运动。2种语言指着同一座山。这里可以再补几个数字，台湾全岛平均海拔超过1000公尺，是全世界高山密度最高的岛屿之一。日本虽然同样多山，人口与工业却高度集中在沿海低平原。孟加拉全国大部分的国土海拔只有个位数公尺，同样面对上升的海，起跑点天差地远。顺带一提，台北盆地变成湖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想象。1697年来，台采流的郁永河在游记里记下台北盆地内一片汪洋的景象，后世学者称之为康熙台北湖，推测与1694年前后的大地震陷落有关。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这座岛的地貌本来就是在震动与水进水退之间长出来的，差别在于300年前盆地里没有几百万人，现在有。还有一块拼图不能漏，离岛。澎湖群岛地势低平，最高点不到80公尺，大多数村落贴着海岸线生活。金门、马祖的码头与低地同样经不起海面一寸一寸垫高，高山救得了本岛的脊梁，救不了每一座离岛的港口。当我们说台湾在地图上完好，说的从来只是那条山脉，不是这片国土的每一块。但这里也必须把平衡讲满，高山救不了平原。台湾的人口、农田、科学园区绝大多数都挤在西部低地，海平面每上升1公分，暴潮就多吃进一段海岸。云林、彰化的地层还在跟下线拉锯，每一场强台的满潮都是一次小型的预演。把尺度拉回本世纪来看，到2100年，几十公分到1公尺的上升，对台湾的意义不是陆沉，而是频率。淹水的频率
海水倒灌的频率，台风暴潮叠上天文大潮的频率。今天50年一遇的高水位会变成10年一遇、5年一遇。防线不是一天被冲垮的，是被一年一年垫高的海慢慢磨薄的。地图上完好的是这座岛的轮廓，不是岛上每一个人的家。把预言当护身符，是对这张地图最危险的读法。他画的幸存是山的幸存，不是人的幸存。人的幸存得靠堤防，靠水利，靠都市计划，靠一代一代人把功课做完。荷兰人低于海平面生活了几百年，靠的不是预言，是水利工程和一张一张不断重画的风险地图。台湾要学的是那种把海当对手认真对待的态度，不是把山当靠山的侥幸。把今天的账本合上之前，做最后的盘点。一个突然失声的工程师说他看见了世界的新海岸线，画成地图，印上年份，迈进千家万户。年份落空了，这是事实，写在日历上，赖不掉。但地图上的大方向，海在进，人在退。如今正以公里为单位出现在卫星的量测值里，以法律条文为单位出现在印尼的迁都案里，以抽签名单为单位出现在吐瓦鲁的气候签证里，以搬家的船班为单位出现在巴拿马的小岛上。预言的剧本没有照时间上演，但剧本里的主题正在用慢动作一格一格的发生。开场定在墙上的3个坐标现在可以收回来了。1934年，凯西在恍惚中说出日本的大部分必沉入海中。1990年代，史凯利恩把同一幕画成地图，印上一组后来落空的年份。2025年，图瓦鲁超过70%的国民把名字写进一份真实的抽签名单，排队等一张离开家园的签证。第一个是预言，第二个是商品，第三个是新闻。三者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个时代留给每一个观众的判断题。也许这才是这张地图真正的用途。它不是判决书，它是一张警告牌。判决书写的是结局，警告牌问的是选择。史凯利恩自己就一再强调，他画的是可能的未来，人类的作为可以改写它。从这个角度看，地图上唯一真正重要的讯息，不是哪里会沉，而是还来得及。警告牌的价值从来不在它挂了多少年，而在有没有人因为看见它放慢了车速。下一次你在网络上再刷到那张海岸线全部错位的地图，可以想起今天这本账，加州还连住大陆，日本还浮在海上，丹佛的码头一根柱子都没有，但雅加达的海堤又加高了一截，努山塔拉的工地彻夜亮住灯，图瓦鲁的抽签名单明年还会再开放一轮。地图是画错了，还是只是画早了？没有人能拍板。唯一确定的是，那把量海的尺，每一年都在悄悄往上多爬几公里。墙上的地图不会动，动的是墙外的海。